2023年10月25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报道指出，中国大陆籍女子韩非子因涉嫌在新加坡中央医院辱骂护士和警员，以及持有无效工作准证，违法在特定场所从事陪酒女的工作，被判入狱5周05天，并处罚金600新元。根据这篇报道给出的判罚时间推算，当事人韩非子如今应该已经刑满出狱。新民日报的另外一篇报道指出，韩非子已于2023年11月18日被遣返回国，并终身被禁再入新加坡。根据较早前2023年10月1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涉嫌辱骂护士的韩非子被诉上庭的罪状多达8条，其中包括1项公共滋扰、2项抵触防止骚扰法令、3项抵触私人保安业法令，以及2项抵触雇佣外来人力法令的控状。在知名社交平台拥有25万粉丝的网络红人韩非子，在新加坡中央医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何一次看似稀松平常的医患纠纷，最后却成了涉嫌8条罪状的严重违法事件？这8条罪状又具体是从何而来？当事人韩非子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竟会引得新加坡驻华使馆、新加坡中央警察部队、新加坡卫生部等多个国家级官方部门以及行政长官连发声明？当事人韩非子明明在已经拿到工作签证的情况下，为何法庭之上突然变成了陪酒女？事发时韩非子又为何扬言他需要全新加坡的警察都来现场，叫所有的全新加坡的警察过来吧，我去不了。他才肯入局调查，刑满释放，被遣返回国后，当事人韩非子为何又突然闪现他个人的社交媒体，声称历史是由胜利者撰写的？朋友们，2023年马上就要成为过去，如果非要在2023年抓个典型，那么这起曾惊动中新两国甚至全球华人圈的大陆网红大闹新加坡中央医院的事情，无疑成为万象奇谈的首选案件，同时也是我们万万想不到主题系列案件和2023年全年的最后一个案件。韩非子新加坡医闹事件时至今日又让我们看清了什么？鼓励大象马上开始。好，那我对他骂的怎么了？因为他说我他妈的面临了8项罪名的指控。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表面上看，这场闹剧的高潮始于2023年10月10日凌晨2点36分左右。当事人小仙女韩非子因车祸导致脚部受伤，前往新加坡中央医院寻求救治。期间，因中央医院的分级救治的原则，小仙女不属于紧急救治之列，故让小仙女等约3个小时以后，小仙女与医院的护士发生冲突，并涉嫌对护士爆了粗口。在护士报警后，拒绝配合新加坡中央警署调查官的调查工作。随后，小仙女将自己的遭遇上传至国内知名社交平台，并有意将自己塑造成在国外遭遇种族歧视和严重被怠慢的无辜受害者的角色。只是小仙女自己都不曾想到，事情传回国内后，舆论的风向并没有如她所愿，而她自己持无效工作准证挂羊头卖狗肉，说是正规公司的书记员，是为夜总会的陪酒女的事情，开始在互联网上被扒了出来。援引新加坡联合早报于2023年10月13日的报道，10月13日一大早，涉事小仙女被控6项罪状告上法庭，另外2项涉嫌抵触雇佣外来人力法令，将由新加坡人力部门另案调查。从当日起诉的6条罪名来看，其中第1项公共滋扰，应该指的就是小仙女在医院的急诊室候诊区大声喧哗，影响医院正常的医疗秩序。这个就有点类似于台湾和大陆地区的社会治安处罚法，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致使医院无法正常营业。根据新加坡相关法律的规定，关于小仙女的这条罪状，最高可处罚款不超过2000新元的处罚。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6项罪状中的防止骚扰法令，小仙女被控2项，其中1项很明显就是小仙女苦等3个小时没能得到医治后，直接向护士爆了粗口。另外1项是当着警察和调查官的面爆了粗口。因为他说我他妈的不是新加坡人，他说我没有新加坡。 What？
什么？在警察面前爆粗口也是违法行为？是的，朋友们，你没听错，在新加坡当着行政人员的面爆粗口也是违法行为。也就是说，在新加坡对护士爆粗口是相当严重的事情。早在2014年，新加坡国会就已经通过了防止骚扰法案，任何人对公务员或公共服务人员进行不雅、威吓、辱骂或侮辱，最高可处5000新元的罚款，或12个月的监禁，或两者兼施。这里有新加坡眼曾报道过的另外一个案例。2019年，新加坡有一本地人在过乌兰关卡时说了一句 "What the"， 被控上庭。被告律师陈情时解释，被告不是对着公职人员骂，因此不是辱骂公务员，而只是对排长队的不满和发泄。法官不接受这个说法，被处罚金1500新元。从罚款额度来看，确实比其他直接向公职人员爆粗口低了一半。本次小仙女事件中，根据目前判罚的结果来看，小仙女确有向护士爆了粗口，即使当时没有证据显示小仙女向护士爆了粗口，但她自己拍摄的视频里却清楚地播出了她在警察和检察官的面前说了那3个字，铁证无疑。我对他骂了怎么了？因为他说我他妈的不是新加坡人，他说我没有新加坡身份，我没有资格。根据小仙女自己发布的视频来看，小仙女声称自己之所以开口骂中央医院的护士，是因为当时护士说她不是新加坡的公民，没有资格在中央医院就医，加之医院让她等了3个多小时都没能顺利就医，所以她才狠狠地反击了她而已。根据后来小仙女在微博发布的声明来看，她否认了当时有辱骂护士的情况，并说被车撞了，被怠慢了，不管在哪儿都要狠狠发脾气，不要因为自己在国外就感觉低人一等，并试图道德绑架。在国外没有什么是有理由被歧视无视，华人华裔在世界任何地方永远都是最努力、最勤劳、最富有智慧的人。那么事情的真相真的如他所说吗？我们来看看新加坡中央医院于2023年10月12日公开发布的声明是怎么说的。新加坡中央医院在声明中表示，该女子在进入急诊室并没有佩戴口罩，于是给了她一个，但她拒绝佩戴。当工作人员提醒她卫生部对医院佩戴口罩的指导方针时，她开始辱骂工作人员。在工作人员多次劝阻的情况下，仍未停止，于是报警。声明表示，新加坡规定医院临床区域需佩戴口罩，由于拒绝佩戴，这名女子已将其他病人置于危险之中，并扰乱了医院的运作。医院急诊室在2个小时之内为该名女子做了检查，随后出院回家。这里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央医院的声明说，急诊室在2个小时之内为该名女子做了检查，随后出院回家。那么是不是可以变相的解释了，所谓中央医院的护士说不是新加坡的公民就不能在中央医院就医的说法，本身就是个无稽之谈呢？细心的朋友应该注意到了，本案小仙女被指控的6项罪状中，还有3项是抵触私人保安业法令。那么这个私人保安业法令是个什么法令？为何会出现在小仙女医闹中央医院的法庭现场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实早在事发前1周，也就是2023年10月3日，小仙女就已经因对所住的滨海林荫道的一栋公寓的保安使用侮辱性和谩骂性言语，被新加坡中央警署启动调查。这里有必要和朋友们科普一下，这个滨海林荫道在新加坡是个什么样的存在。滨海林荫道是寸土寸金的新加坡核心区域中的核心区，是新加坡地产最贵的地方之一。住在滨海林荫道的人可以说是非富即贵，或者说是既富又贵。即使不贵，那也一定就是富人，最不济也是某位富人的亲朋好友了。根据新民日报的报道来看，10月3日当晚，小仙女当晚喝多，从外面回到公寓，其严明需要保安帮助的情况下，公寓保安协助护送小仙女回家。期间，小仙女不仅推搡保安的肩膀，并用力拉扯保安的领带，使用华语对保安进行侮辱和谩骂。保安团队报警后，小仙女虽然服从了中央警署警察的指示，但此时的警察已经启动了调查。也就是说，就是这一次，小仙女在新加坡治安系统里留下了案底。但令人玩味的是，一个拥有20万粉丝的
网红，远在陌生的国家新加坡，拥有 WT 工作准证，住豪华公寓，开超级豪车，背后还有中国知名的 MCN 机构签约。小仙女韩非子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背景，竟然拥有如此复杂的身份？很快的，新加坡人力资源相关的部门查明，小仙女自2023年8月前曾多次申请新加坡工作签证，均都被拒。但在8月11日最后一次的申请资料中显示，小仙女韩非子谎报受聘于一家名为 KDL Elements 私人有限公司的书记，因此获签。但同时查明，8月1日至10月11日期间，被告在未持有有效工作准证的情况下，到新加坡多处特定场所从事陪酒女的工作。也就是说，10月3日当晚，小仙女应该就是工作时喝多了，回到公寓发起了酒疯，因而触犯了3项私人保安业法令，包括肢体接触保安和对保安实施侮辱性和谩骂性言语。大象查了一下相关的处罚，触犯这条法令，后果还是有点严重的呀，有可能会被罚款不超过5000新元，或不超过12个月的监禁，或两者兼施。该说不说，小仙女有一点做的还是蛮有责任感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值得表扬。当然，这也是10月10日凌晨大闹中央医院的根本导火索。10月9日深夜，小仙女从工作的夜场出门，叫了代驾，准备回家。按照小仙女当时在视频里的说法，不知因何原因，小仙女所叫的代驾女司机把小仙女给撞了，小仙女一屁股就跌坐在地。小仙女说，她是直接开车正面朝我撞了过来，是从自己的脚面压了过去。被撞之后，小仙女在地上呆坐了20分钟，期间小仙女还安慰代驾女司机，我当时特别理解她，我说你一女的，你大晚上你开代驾，你过来开车，我说你挺不容易的，我说你撞了我这事儿你不用负责，你不用管。他还说我放过你，你没事儿，你不用担心。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小仙女突然就生气了。20分钟过去了，我在地上待了20分钟，我都说我没事儿，结果他都没扶我一下，没让我起来。然后他跟周围人一直解释说没关系，我也说没关系，但是20分钟他没扶我，我生气了，我说你起来，要么你扶我，要么你他妈给我5000块钱，要么你送我去医院。于是女司机把小仙女送去了医院，然后就发生了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一幕。由于医院的分诊制度，小仙女的伤情不属重症，造成了小仙女在那里严重的等了3-4个小时。小仙女很生气，后果很严重。10月11日凌晨约2点35分，新加坡中央警署接获报案，报案人声称一名29岁的中国籍女子因脚部受伤求医，在中央医院大声喧哗，对公众造成了干扰。同时，报案人说小仙女爆粗口辱骂了一名护士，而小仙女则声称起因是护士说她没有新加坡的身份，没有资格看医生。我对他骂了，怎么了？因为他说我他妈的不是新加坡人，他说我没有新加坡身份，我没有资格在新加坡看病。由于护士不礼貌待人，他只是狠狠反击而已，而且自己等了3个小时被怠慢了，不管在哪儿都要狠狠的发脾气。一时之间，公说公有理，婆有婆的道。但最初的舆论风暴，不明真相的社会大众确实被小仙女带偏了一段时间。大家可以看看这些评论，可见一斑，这里我就不再念了。当天夜间，大约凌晨3点15分左右，新加坡中央警署的2名调查人员赶到现场。交谈初期，调查人员已经言明自己来自中央警署，胸前并佩戴证件。一名女性调查官言明接到报警前来调查，要求小仙女录份口供。小仙女表现得极不配合，并当着警察和调查官的面爆出粗口。过了一会儿，小仙女开始举起手机进行拍摄，于是就有了后来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的视频。在这段视频里有几个较为争议的点，其中最为争议的就是小仙女有没有权利要求出警的调查官出示证件，并公开拍摄给全网的民众观看。视频里的调查官很明显是严令拒绝了小仙女要拍摄的要求，那么就剩下调查官是否有义务出示证件。这里可以肯定的是，调查官当然有义务出示证件，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新加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公职人员在对当事人进行讯问或进行笔录、口供
调查时，在调查官及警察已经言明自己是中央警署的调查人员，现在需要对你进行调查的时候，通常情况下会对当事人亮出证件。如果之后你再进行抢夺公职人员的证件时，这就涉嫌袭警。公职人员有拒绝你任何要求的权利，这也是在视频中公职人员拒绝亮出证件的原因所在。这期间有个大家必须注意的点，就是小仙女当时举着手机正在拍摄，正在执行调查任务的调查官不愿意将自己的证件向全球公众公布，达到保护自己隐私的目的，绝对是有这个权利的。面对当事人有强行拉扯调查官证件的行为，先录一下，先录一下，不要碰我啊！先录一下。你怎么了？你不是警察局，你调查局，你完全你的身份是公涉嫌袭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是严令禁止公职人员执法时，比如录制口供时，当事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拍摄记录。更何况，小仙女在调查人员面前口出狂言，舌灿莲花。后半段的视频中，这位女性调查官确实也对小仙女实施了3次警告中的前2次。把电话放下，把电话放下。不可以，这是警察证的程序，你不可以录口供的时候你不可以录，把你的电话放下。我跟你说，把电话放下，这是第2次警告你。另一个争议点就是这位女性调查官反复对小仙女询问，我现在问你，你有没有对护士说出话？我在这儿3个小时，我都没看上病。小仙女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后来，小仙女在微博的解释说，之所以自己答非所问，是因为怕被诱供做出对自己不利、对代驾司机有利的口供。但事实是，前来调查的警察和检察官已经反复数次与其交代，自己是前来调查护士报案有无爆粗口一事，不是调查车祸责任的。你不需要问我撞你的人在哪里，我现在在跟你说，他在哪？你的那个交通意外的那个，我们已经跟交通组的调查官已经说了。然后呢？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再去警察局 ，OK， 用你的身份再去放一份报告 ，OK。关于车祸责任的部分，需要当事人小仙女次日到相关交通部门进行另行报案。很明显，所谓诱供之说有显荒诞，做出对自己不利、对代驾司机有利的口供，又从何说起呢？调查人员已经明说了，他们是中央警署的警察，不是交通警察，不调查代驾司机的事情。有细心的网友指出，无论是小仙女当时对外公布的视频，还是后来的微博言论，都是小仙女不断的在给自己挖坑，感觉好像是为了自圆其说，却又说出了一些前后矛盾、破绽百出的话，而且还主动发布到网络。其实这对自己才是极其不利的。本来就算是向护士爆粗口，也就罚款1000到3000新元了事，现在倒好，在警察面前爆粗口又是3000。本来不戴口罩，医院给你一个，你戴上就没事了，现在多了一条罪名。本来回答有没有爆粗口就行了，现在有可能多了一条阻差办案的罪名，说不定还有扰乱公共秩序罪名。事实证明，后来被起诉的8项罪状中，第1条罪状就是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或许正如这位胖子和猫的网友所言，这女的其实也蛮聪明的，因为她骂了护士，现在护士报警了，调查人员来调查，新加坡法律是不允许辱骂医护人员的，所以她才一直胡搅蛮缠，故意东拉西扯，说什么交通案件呢？最让人感到窒息的是，10几分钟的视频里，小仙女反反复复的重复，我在医院等了3个小时。调查官反问，你等了3个小时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现在听懂了吗？代表你可以对护士爆粗口吗？此时的小仙女突然又转了赛道，你们应该原本调查的就是车把我给撞了的事儿，我们刚才而不是。警察和调查官再次解释，这是交通警察的事情，你也可以像护士一样以当事人的身份去报警，现在处理的是你有没有爆粗口的事情。然而就在此时，让所有人吃惊的一幕发生了，小仙女突然抬高音量的喊道，他是怎么撞我的？我怀疑他是故意杀人。警察问他有无证据，小仙女说，因为我没死，所以我没有证据。然后忽然高声大喊，如果我死了，你们是不是就是有证据了？你们是怎么办事儿的？整个过程尴尬至极呀。
根据小仙女次日在微博的消息显示，事已至此，视频拍摄者已将相关人员全部进入起诉环节，一切都有现场监控，后续也发布在抖音平台作为保留证据。当时小仙女有没有将全部相关人员进入起诉环节，大象没有找到相关的证据或报道。但小仙女事发当晚拒绝前往警局录口供，并扬言叫新加坡所有的警察过来送她去警局录口供的事情，倒也做到了一半。就在事发次日，新加坡中央警署的警察确实把她送进了看守所，已被起诉。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10月13日当天的报道，被告人韩非子今早身穿黑色衬衫，透过视像系统参加了法庭面控。当时他披着长发，戴着黑框眼镜，脸色有些憔悴。法官询问被告会否聘请律师时，被告反问：若不请律师提早认罪，是否能获得较轻的刑罚？法官解释，提早认罪有利于减轻罪行。控方指出，若被告有意认罪，他们将针对其中4项控状进行审理，其余2项控状则由法官下判时纳入考虑。对此，被告没有半点迟疑，直接说：我认罪，我道歉。直至10月25日当天上午，法院宣判中国籍女子韩非子涉嫌在新加坡中央医院辱骂护士和警察，被判入狱5周05天，并处罚金600新元。此前庭上，被告人韩非子曾当场向法官求情，他声称自己有3名亲人患癌，其中1人已是癌症晚期，只是想来新加坡工作赚钱，减轻家人的负担。被告人韩非子在庭上求情，为所犯下的罪行以及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表达歉意。他说，在医院大喊是因为遭遇车祸感到无助，希望有人能够帮助他。他在新加坡只待了1个多月，因此对本地法律并不熟悉。然而，小仙女真的知道错了吗？我看未必。2023年11月8日凌晨1点21分，韩非子突然登录了抖音平台，并上传了一段仅有4秒钟的视频。他先是自拍，然后环顾了一下四周，并附上了一句：历史是由胜利者撰写的，颇有点不服气的意思。根据画面所示，网友们推断他身处高尔夫球场一带。视频的 IP 地址显示是在中国广东，很显然他被遣返回国了。视频上传不久，小仙女就隐藏了视频画面，但有眼尖的网友还是迅速截取留存了下来。节目最后，我们来聊一聊韩非子最初要被起诉的8项罪状，最后没有被起诉的那2项罪状，就是2项抵触雇佣外来人力法令。当初没有在10月13日直接被告上法庭，是因为涉嫌违反工作准证的法规的事归人力部门管辖，不归警方管辖，所以没有一并上庭。但根据大象查到的相关资料，如果人力部门未来掌握证据提告，可能比此次爆粗口的案件造成的后果要严重得多。如若违反工作准证相关法规属实，可能会涉及提供伪造文件文书以及伪造履历，所涉刑期也就绝不会是这短短40天了。不但小仙女本人有责任，连带她的雇主也是有责任的。目前来看，小仙女的运气虽不错，已经被遣返回国，但从新民日报的一份报道，早在2018年12月份，韩非子就因醉驾涉危险驾驶罪于2018年12月29日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来看，小仙女你还是收收心吧，要不然你这 no 作 no die 的疯狂之心早晚还是会出事了。在这里，咱们也奉劝那些有点钱或有点权就张牙舞爪的小仙女小哥哥们，别在国内骄横惯了，去了国外还以为人家会跟国内的警察叔叔一样伺候你们。尊重他国当地的法律法规风俗习惯，应该是做人的基本常识。这样看来，真的会心疼国内的警察哥哥几秒钟。现在国内的宽容教育与和谐的社会价值观，加上公安机关强调的文明执法，可能对于小仙女们这些人来说，似乎有些过于纵容了。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新的一年平安喜乐，我们明年再见。